婉宁，发什么呆呢？登机时间到了，咱们赶紧去检票吧。登机、检票，这场景，这一天，我不是已经死了吗？婉宁，你怎么脸色这么难看？是不是不舒服？上一世就是这趟航班，他在飞行途中凭空消失，再也没能出来。我是真的重活了一回。怎么不说话？是不是哪里难受？要不咱们先找个地方坐会儿。明泽，你一直都在我身边，对吗？我不在你身边能在哪儿？傻姑娘，今天要见你爸妈，紧张成这样。这张脸我爱了3年，可这张脸的背后藏着什么，我还不知道。但这一世，我绝不会再像上辈子那样糊里糊涂的把命都丢了。走吧，再不去检票，队就爬长了。好，我们走。这一次我要瞪大眼睛，看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明泽，要不我们别坐这趟飞机了吧，改签或者坐高铁都行。说什么傻话呢？我就是突然有点不安，心慌的厉害。现在是春运，哪还有票？这机票咱们抢了整整3天才抢到的，要是退了，咱们今年可就回不了家了。你爸妈还等着呢。是啊，改签换乘都不现实，可一想到上一世的下场，我这心里就发慌。别怕，有我在呢。你不是早就盼着带我回家见爸妈吗？怎么临到头了反倒退缩了？上一世我之所以百口莫辩，那这一世我只要留下他跟我一起登机的铁证不就行了？想什么呢？又走神了。没什么。明泽，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我得好好记录一下。来看镜头。好，听你的。我倒要看起，这一次谁还能说你不存在？来，明泽，举起登机牌，跟我合个影。你今天怎么这么爱拍照？以前可没见你这样。今天不一样，这是我第一次带你回家，意义非凡，必须留念。从检票口到登机通道，到坐进座位，再到舱门关闭，我全程记录，一帧都不落下。好，好，好，都依你。这张笑一个，我女朋友最好看。已登机，带男朋友回家了，发送点赞祝福，一条接一条的冒出来，这下总有人能为我作证了。哟，这么多人祝福咱们，你朋友们都挺热情啊。还不够，我再给我爸妈发一张。我和明泽已经坐上飞机了，3小时后落地。我妈秒回，总算要见到我们未来的女婿了。我跟你爸已经买好菜，就等你们回家。朋友圈、家族群几十条祝福，这一次铁证如山。看你高兴的，放心，见家长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准备好久了。准备好久了，明泽，你到底准备了什么？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事的，我给我女朋友擦擦就好。你男朋友可真体贴。上一世你也是这么夸我男友的，可后来你却一口咬定从没见过他。这位空姐，能麻烦你帮我个忙吗？什么忙？今天是我第一次带男朋友回家见父母，我想好好记录这次旅程，能不能请你跟我们俩合个照，留个纪念？当然可以。好，看镜头，3、2、1。这张合照我要存好，张琳，这一次你赖不掉。婉宁，你今天拍了好多照片，是太紧张了吗？太想留住这一刻了。明泽，你是不是该让更多人见证我们呢？更多人？爷爷你好，怎么了，姑娘？我想问问您觉得我男朋友长得怎么样？我爸妈还没见过他，我有点紧张。小伙子长得很帅气，跟你非常般配，你爸妈肯定会满意的。谢谢爷爷。他的语气眼神都那么自然，没有半分排斥，可上一世他却斩钉截铁地说从没见过周明泽。不可以吗？恭喜啊！婉宁，你干嘛？各位旅客，抱歉打扰几分钟，今天是我带男朋友第一次回家见父母的大日子。我们恋爱3年，准备见完家长就订婚，能在万米高空与各位同行是特别的缘分，希望大家能给我们一点祝福，可以吗？恭喜啊！祝你们永远幸福。小两口感情真好，祝你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婉宁，你今天怎么这么高调，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我就是太害怕失去你了。现在整架飞机的人都是我们的见证人，我就不信这一次还能出什么岔子。傻瓜，我这么爱你，怎么舍得让你失去我呢？别瞎想，吃点东西，还有1个多小时才落地呢。就是这个，上一世就是这一刻，我去了趟厕所，回来他就消失了。明泽，从现在开始，你一步都不能离开我的视线。
好，好，好，我一步都不离开你，寸步不离，行了吧？哪怕再急，我也绝不去厕所。我倒要看看你能怎么消失。怎么了？又走神了，脸色还是不太好。明泽，你说你是真心爱我的，对吗？当然，这3年我对你的心天地可见。可上一世那场凭空消失又算什么？靠着我睡会儿吧，等落地了我叫你。不，我不困，我就想这样一直看着你。行，那你看着我，我也看着你。来吧，这一次我倒要亲眼看清你这把戏到底怎么变。明泽，抓紧我！别怕，有我在。灯在闪，怎么回事？灯怎么灭了？明泽，明泽！不可能，他刚才还抓着我的手，怎么一眨眼就……座位，过道，座椅下面，明泽，你在哪儿？又是这样，跟上一世一模一样，灯一灭他就不见了。女士，怎么了？请坐回座位。我男朋友不见了，刚才颠簸的时候他还在，灯一黑他就消失了。这位女士，您是不是记错了？我们只看到您一个人登机，没看到过您男朋友啊。又来了，又是这个茫然的表情，又是这句一模一样的话。你怎么可能没见过他？你刚刚还跟他合照了，我手机里有照片。我们刚跟你拍的合照，朋友圈的9宫格，还有家族群的消息，没了，全没了。照片、朋友圈、家族群的记录，怎么会全都不见了？这位女士，我不知道您说的合照是什么，但我真的没见过您口中的男朋友。现在飞机正在飞行，请您坐回座位，系好安全带。爷爷，您刚刚看到我男朋友了，对不对？您还夸他长得帅，说我爸妈肯定满意。小姑娘，你在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夸过你男朋友？我连见都没见过他。从上飞机到现在，我就看你一个人坐这儿，旁边这个位子一直空着，根本没人坐过啊。这怎么可能？您刚刚明明亲口夸过他的。小姑娘，我也记得你是一个人上的飞机啊。你旁边的座位从头到尾就没坐过人，哪来的男朋友？是不是颠簸吓着了，精神错乱，产生幻觉了？你们刚才都给我和我男朋友鼓掌祝福，说百年好合，早生贵子的啊，你们都忘了？飞机上一直很安静，哪有人说什么祝福？他们的神情那么自然，目光那么坦荡，仿佛刚刚的一切从未发生过。那些画面我记得清清楚楚。周明泽一个大活人，怎么会消失在万米高空？哎呀，又来了，一个人坐这儿，非说有男朋友。大过年的碰上这么这人，真晦气。周明泽，你到底在哪里啊？女士，您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其他乘客了，请立刻回到座位，保持安静。我男朋友不见了，我一定要找到他。这是犯病了，赶紧让他安静下来。就是，再闹下去，飞机都没法正常飞了。不行，我不能慌。上一世我就是这样被逼疯，然后被送走的。这一次我得想办法留下证据。我没有疯，我男朋友真真切切跟我上了飞机。我要求检查整架飞机。女士，飞机正在飞行，无法搜查，请您配合先坐回去。我男朋友肯定还在飞机上，我要求迫降彻查。你疯了！为了一个不存在的人，要让全飞机的人陪你迫降？可这一次我不会再退缩了，哪怕全世界都说我疯了，我也要把真相挖出来。在我的不断坚持下，飞机被迫降在了附近的机场。舱门一开，几个机场安保人员走了上来。队长，就是这个人，明明一个人登机，非说男朋友消失在飞机上，还不听劝，在飞机上闹事。队长，我没闹事，我找我男朋友周明泽，我们一起上的飞机，他现在人不见了，求您帮我找找。我们可以帮你搜一遍飞机，但你要确定他真的跟你一起上了飞机。我确定，登机全程我都拍了照，发过朋友圈和家族群，记录虽然没了，但爸妈朋友都见过。那我联系你父母核实。来了，上一世最让我绝望的就是这通电话。您好，请问您女儿沈婉宁今天是不是带男朋友回家？您有没有看到她发的合照？什么照片？我没看到过啊！而且我女儿一直单身，从来没谈过男朋友啊！妈，你在说什么啊？你不是知道我跟周明泽恋爱3年，等着我带他回家吗？婉宁，你胡说什么呢？我跟你爸年年催你找对象，你都说不想谈，你怎么可能有个谈了3年的男朋友？为什么这么疼我的爸妈，依旧和上一世一样否认我的恋情？你父母说你一直单身，我还有朋友，他们能作证。
我发了朋友圈，他们都评论祝福了。您好，请问您看到沈婉宁今天发的朋友圈了吗？她说带男朋友登机。什么朋友圈？我没看到过啊。婉宁可是我们圈子里出了名的母胎单身，她怎么可能有男朋友？我跟她从小认识，压根儿没听说过她有男朋友，更别说发朋友圈秀恩爱了，这根本不可能。无论吴队长问谁，答案都是从没看到我的朋友圈，更认定我没有男朋友。看吧，连他爸妈朋友都说他没男朋友，他就是脑子有问题，臆想出来的。大过年的被他耽误这么久，赶紧把这个精神病带走吧。把他送去医院做个检查吧。难道这一切真是我臆想的？难道周明泽真的不存在？飞机什么时候能再起飞啊？我是个医生，有一台紧急手术等着我跨省去做，实在耽误不起啊。刚才说什么？你是医生？对呀，怎么了？我知道了，我知道我男朋友在哪儿了。你说什么？你男朋友在哪儿？他就在这架飞机上，从头到尾他都没离开过。小姑娘，别说胡话了。沈婉宁，你别胡闹。飞机里里外外我们搜了100遍，驾驶舱、行李舱、厕所、座椅底下没有你男朋友的踪迹。就是，都找了这么多遍了，要是真在，怎么找不到？他又犯病了，别听他胡说。我还急着回家赶晚饭呢。飞机各处都查过，您亲友也说您没有男友，接受现实吧。接受现实？什么是现实？是他们众口一言的否定，还是那些莫名消失的照片？队长，我先给你们讲个故事吧。你疯了吧？大家都赶时间，谁有功夫听你讲故事？吴队长，你赶紧把他带走吧。我那台手术的病人等不及了，别让他耽误飞机重新起飞啊！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急，可我偏偏不能让你这么快如意。就几分钟，如果我说完，你还要带我走，我绝无二话。这跟你男朋友在哪儿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听完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你说。谢谢。那天加班到深夜，突降暴雨，车打不到，伞也吹坏，我只能躲在公司屋檐下。我又冷又无助时，他出现了，撑着一把很大的黑伞。路过时看到我，脚步顿了顿，我以为他会像别人一样径直走过，可他没有。他走过来，礼貌地问我是不是没带伞，可我一向不爱跟陌生人说话，就警惕地撇过头，没理他。他笑了笑，也没强求，只是把伞塞到我手里，说雨大，别感冒了。说完就自己冒着雨跑了。听着倒还挺真的。再后来特别有缘，我们在同一个项目里又遇到了。他是甲方的技术支持，沉稳专业，跟那个雨夜送伞的好人判若两人。我们合作十分合拍，项目收尾他约我庆功，一来二去渐渐走到一起。然后呢？然后就是3年，朝夕相处的3年。队长，你要听我就慢慢讲。我肠胃容易疼，他以前从没做过饭，为了我特意买了食谱，跟着视频一点点学着下厨。第一次给我做菜，不是盐放多了，就是油糊了锅，还把手烫起了好几个泡。那天他一脸苦恼，不是因为手受了伤，而是担心自己饿到了我。这细节编得出来吗？后来他手艺越来越好，这3年只要他在，我的一日3餐雷打不动，全是他做。我工作压力大时，他总是耐心陪着我，听我唠叨，给我按摩，陪我一起解决难题。有时我都觉得自己麻烦，可他总说我就喜欢你麻烦我，这样我才觉得自己这个男朋友有点用。他记得我所有的喜好，我喝咖啡不加糖，只加一点奶，无论到哪儿他都帮我点好。我冬天手脚冰凉，他总会提前备好暖水袋，随口提喜欢的作家，生日就收到全套精装。吴队长，他这是在拖延时间，这些话谁知道是真是假？队长，你说这些细节是一个臆想症患者能凭空编出来的吗？你继续说。有一次我半夜急性肠胃炎，疼得死去活来，他二话不说背起我就往楼下冲。那是寒冬腊月，路上打不到车，车子寸步难行，他穿着一身单薄的睡衣，背着我一路跑到医院。后来我的病好了，可他的腿却严重冻伤了。这要是装的那也太……我们也吵架，可不管是谁的错，他总是先低头的那一个。他是个很内向的人，见到陌生人会拘谨，所以一直不敢见我父母。这次决定回家见家长，他做了很久很久的心理建设。登机前的1个月，他精心挑选礼品，反复演练见我父母的说辞。他说一定要给我爸妈留下最好的印象。这些都是真的，每一个都是真的。队长，一个不存在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多鲜活的细节？够了，吴队长，他这是典型的臆想症，说的越细，越说明他病得越重。你越急，就越说明我离真相越近了。你继续，我想听完。
那我说说这根香蕉吧，每次出远门他都随身带着，而且每次他都会仔细剥开，把上面那些白色的金裂也一根根小心撕掉，然后递给我，看着我吃，就像今天在这架飞机上一样。可是现在香蕉还在，他人却不见了。你们真的觉得这一切的一切是我一个人的臆想吗？那些记忆，那些片段，那些点点滴滴的细节，真的是我能凭空捏造出来的吗？队长，看他这样，确实不像在胡编，很多细节听上去就像真实发生过的，而且他那一脸怀念的样子，做不了假呀。编故事谁不会？精神病最会编了，说的再感人，证据呢？人证物证呢？就是耽误大家这么多时间，就为听他煽情。你看，每当安保动摇，总有乘客第一时间出来搅浑水，这恰恰是最大的破绽。沈婉宁，故事再真也要讲证据，现有线索证明航班上没有周明泽。队长，证据我马上给你。在此之前，我想问问我父母和朋友为何会那么说？你父母和朋友都笃定你没有男朋友，我也查过，他们跟你关系很好，没理由撒谎。你说的对，我爸妈没有撒谎，我朋友说的也都是实话。那你到底什么意思？你刚刚长篇大论不就是想说你有男朋友，他还跟你一起上了飞机吗？如果他们说的是实话，那意思是你在撒谎。我说的话句句属实，没有一句谎话。神经病，一边说别人是实话，一边说自己没撒谎，这两边完全相反，肯定有人在骗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吴队长，赶紧把他带走吧。小姑娘，你这就是典型的精神分裂，说话前后矛盾，固执己见。你病得很重了，快跟吴队长去医院吧。李医生，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你刚说有台紧急手术要跨省去做，你能说说是什么手术，在哪个医院，患者什么情况吗？李先生，这是您的个人隐私，如果不想回答，可以不回答。有意思，我问的是李医生，第一个跳出来挡的却是你，张琳。对，这是我的隐私，我凭什么跟你说？我只是不想跟你这种精神有问题的人多费口舌。你是不想说，还是不敢说？一场手术而已，我有什么不敢说的？我只是懒得理你。就是，你一个精神病，打听别人隐私干嘛？春运期间，大家都急着回家，你没完没了的影响别人，你觉得对吗？你看，我每问到关键处，这些乘客就准时出来转移话题。若你亲友所言属实，那你口中虚构的男友根本不在这架飞机上，因你延误许久，若无异议，我们即刻起飞，还请配合就医。张琳的职业素养很强，哪怕这种时候，语气依旧客气，可她眼底那一闪而过的急迫骗不了我。你是急着想让飞机重新起飞，还是急着送我去医院动手？你胡说什么？什么医院？什么要你的命？我根本听不懂。张琳，别装了，你们的计划我都知道了。什么计划？什么要你的命？沈小姐，你这是恶意污蔑。吴队长，你都听到了，他不仅是精神病，医生出男朋友，现在还当众污蔑我。我要求什么？要求吴队长立刻把我带走，好让你们的计划顺利进行。沈婉宁，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计划？你把话说清楚。没救了，这孩子是真病得不轻啊！吴队长，这种人的话毫无逻辑，断不可信。沈婉宁，你到底知道了些什么？队长，你去好好查查李医生和张小姐之间的关系，就知道了。沈小姐，我跟李先生不过是普通的空乘和乘客的关系，有什么好查的？你为什么一定要在这儿拖延时间？就是，现在大家因为你那个凭空消失的男朋友已经被逼停了，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你到底什么目的？他们俩越是激动，吴队长眼底的无疑就越重。查一下这架航班的乘客李正民和乘务员张琳是什么关系？慌了吧？你们最不想被查的就是这一层关系。队长，您这是何必呢？查我们俩纯属浪费时间。电话里说，李正民是张琳的亲生父亲。父女？他们俩居然是父女？就算他们是父女，又怎样？这跟你男朋友消失有什么关系？别急，队长，这层关系只是个开始。我知道了，沈小姐肯定是怪我跟我爸刚刚没帮她做伪证，所以怀恨在心，故意诬陷我们。对，飞机没降落时，她就说我女儿跟她和她男朋友合照过，还说我夸过她男朋友，这全是子虚乌有，所以我们才否认。她肯定一直记恨着，所以连这种栽赃都说得出来。不信你问现场乘客。没错，大家都能作证，张小姐全程忙于服务乘客，没有和他合照。至于李先生夸她男朋友，更荒唐了。我们所有人都没看到过她男朋友，李先生怎么夸？队长，你千万别信这个精神病的话呀！你看他们配合有多默契，一个递话，一个补刀，滴水不漏。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队长，你有没有发现，每当你要查真相，第一个跳出来的永远是他们。你的意思是？他们所有人都跟张林父女是一伙的。今天演这么一出大戏，就是想用我的命去救张林。你说清楚，用你的命救张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血口喷人，我们跟他无冤无仇，凭什么害他？凭什么？队长，你只要查一查张林的身体，就全明白了。吴队长，您别听他的，他这是被害妄想症，怎么可能全飞机的人都来害他一个？这也太荒唐了。荒唐吗？张林，那我问你，我男朋友周明泽明明跟我一起登机，你为什么一口咬定从没见过他？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个人。那我手机里跟你的合照、朋友圈的9宫格、家族群的消息，为什么全都凭空消失了？我怎么知道？也许是你根本就没拍过。还有，飞机灯一灭，一个大活人就消失了，连搜3遍都找不到。这世上哪有这种事？沈婉宁，你继续说。队长，一个人凭空消失，照片凭空消失，所有人异口同声否认，这不是灵异，是有人精心设了一个局，一个专门为我量身定做的局，目的就是让我分不清真假，被当成疯子，然后名正言顺的送走我。你少在这危言耸听，我们都是普通乘客，跟你素不相识。素不相识？那每次队长要查真相，你们就抢着出来七嘴八舌的搅浑水。我们那是看不惯你胡闹。队长，您是明白人，一群素不相识的乘客会为了一个疯子如此途经协力的催着把他送走吗？都先安静，这件事儿我要查清楚。你说要用你的命去救张林，这话怎么讲？张林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这么多年一直靠调理静养，可现在他需要尽快进行心脏移植，而我的心脏恰好与他匹配。你越说越离谱了，我好端端的哪来的心脏病？你怎么不说？全天下的人都在骗你呢！吴队长，您看，他不仅有臆想症，还有严重的被害妄想症，这种人太可怕了。既然你说我胡说八道，那你敢不敢让人现在就好好检查一下你的心脏？你看，他慌了。一个健康的人听到要查心脏，会是这个反应吗？张小姐，既然你说自己没病，那查一下应该不为难吧？我身体好得很，没必要查。再说，这是我的隐私。就是查别人的身体，太过分了。他一个精神病的话，怎么能信？又是你们，一到关键处就出来护着。队长，您还看不出来吗？张小姐，你的反应已经说明问题。这心脏，你查还是不查？就算张林有心脏病，需要移植，这跟你男朋友消失又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毕竟他跟我恋爱3年，就是为了张林。为了张林？你不是说你男朋友很爱你吗？我曾以为他真心爱我，如今才看清，我只是他给张林准备的棋子。相恋3年，他百般呵护，只为让我彻底依赖，离不开他。然后在张林需要心脏的时候，带我踏上这趟注定有去无回的航班。所以他的消失，紧接着他就会像今天这样利用自己的消失，让我崩溃，让所有人把我当成精神病。我一旦被困，再也无法脱身，他们会取走我的心脏。他在编故事，这种事怎么可能？可能不可能，查一查就知道。可你们为什么如此害怕被查呢？他说的这些疑点重重。来人，先控制住现场，任何人不得离开。可是不光飞机上的人没看到你男朋友，连你爸妈、你朋友都说没有这个人。难道他们也跟飞机上的人串通了？当然不是，我之前就说了，我爸妈和朋友说的都是实话。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问题出在我的手机，早在出门前就被周明泽调换了。他是个顶尖黑客，复制我手机全部内容，制作高仿虚拟社交软件。你的意思是，登机前我拍照发朋友圈给父母报平安，全都发在周明泽做的虚拟模拟器里，给我点赞祝福的都是模拟器程序，现实里爸妈朋友根本没收到消息。原来如此，难怪所有记录说没就没了。熄灯之后，趁着混乱，我这部假手机又被调包成了真的，所以我自己的手机上干干净净，什么记录都没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你父母朋友会说你单身，因为他们真的什么都没收到。而恋爱3年，周明泽一直叮嘱我让我低调，别跟别人提及他，说他害羞内向。所以这3年除了今天要见家长，我确确实实没跟任何人提起过他。他算准了这一点。
好一个处心积虑，环环相扣。就算这一切都如你所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那我问你，周明泽现在到底在哪儿？我们里里外外搜了3遍，整架飞机连个人影都没有，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可能在万米高空凭空消失？他当然没有消失，没有消失。此刻，他就在我们这群人之中。他又在胡说！我们这里哪有什么周明泽？一个能复刻手机、能策划这一切的黑客，要在一架飞机上消失，其实不难，只要换一张脸，换一个身份，光明正大的站在你们看不出破绽的地方。你的意思是，他易容了，藏在乘客里？不，藏在乘客里太容易被认出，他藏的地方要让所有人都不会去怀疑。一个在飞机上拥有最高权威，却又最不会被怀疑的位置。你是说，我说的对吗？周明泽，这位女士，你认错人了，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是吗？那机长先生，你为什么一紧张就用大拇指揉搓食指呢？这个小动作，周明泽改了3年都没改掉。他一紧张就会下意识的这么做。刚才我点破张琳的心脏病时，你在揉；我说出药材2字时，你也在揉。现在你还在揉。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的脸可以靠人皮面具改变，你的身份可以靠机长制服伪装，可你这个刻进骨子里的习惯改不掉。周明泽，是我，婉宁，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不是他。这位机长，请你配合，让我们核实一下身份。婉宁，你比我想象中的更聪明。周明泽，原来真的是你。控制住他！还有现场所有人，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动。婉宁，你是怎么发现的？我这张脸，连机场的人脸识别都骗得过去。因为我重活了一回。重活？上一世，我就是被你这场戏逼成了疯子，然后稀里糊涂的丢了命。这一世，我把每一个细节都看清了。原来如此，难怪你今天一上飞机就开始疯狂拍照留证求祝福。原来你早就知道了。周明泽，我只想问你一句，这3年对我的好，有哪怕1分是真的吗？对不起。对不起，这3个字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那把雨夜的伞，那一桌桌饭菜，那双冻伤的腿，原来全都是演给我看的戏。婉宁，是我对不起你，可我身不由己。身不由己？你为了救张琳，把另一个无辜的人推向死亡，这就是你的身不由己。把人皮面具、作案工具全部取证。周明泽，你涉嫌的是一桩蓄谋已久的大案。现在我有理由相信，这架飞机上藏着一个分工严密的犯罪团伙。周明泽负责物色目标，假扮恋人骗取信任；李正民是医生，负责手术。而这满飞机的乘客负责打配合，统一口径，否认一切，把目标逼成疯子。你血口喷人，我们就是普通乘客。普通乘客？那好，现在每个人都拿出身份证件，配合核查购票记录、登机信息。清白的人不会怕查。你看，刚才一个个义愤填膺，催着送我走的人，现在怎么都不说话了？爸怎么办？被他全说中了。琳琳别慌，没有证据，他们什么都做不了。没有证据。周明泽的人皮面具、黑客模拟器，张琳查得出的心脏病，你们父女的关系，这满飞机串通的乘客，还不够吗？够了，一桩桩一件件都对得上，将涉案人员全部分开控制，逐一核查身份，任何人不得串供。全完了。上一世是你们把我害得不明不白，这一世轮到你们为自己的恶付出代价。我不想死，我从生下来心脏就有病，我熬了20几年了，我只是想活下去。想活下去没有错，可你想活就要用别人的命来换吗？你不懂，你不懂那种每天都可能死去的恐惧。我爸说，只要换了心脏，我就能像正常人一样活着。琳琳，别说了，瞒不住了，都瞒不住了。李正民，你身为医生，本该救死扶伤，可你却为了自己的女儿，亲手策划去夺取别人的生命。她是我女儿啊，我只有这一个女儿，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死。那我呢？我也是我爸妈唯一的女儿。上一世我不明不白的死了，我的爸妈又该多痛。你们口口声声要救张琳的命，可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要夺走的也是一条活生生的命？对不起，对不起，我们错了。
现在知道错了，晚了。你们伤害的恐怕不止沈婉宁一个。队长说的对，我有预感，被你们这样害过的人绝不止我一个。来人，把他们带下去，分头详查。我倒要看看这个团伙到底犯下了多少桩罪。队长，初步核查，这架航班上的乘客有大半购票信息和身份都对不上，是一群有组织的人。果然，沈婉宁说的没错，他们是一伙的。队长，还在周明泽的随身设备里发现了好几份针对不同目标的恋爱计划书。好几份，所以被他这样骗过害过的人真的不止我一个。一群披着普通人外衣的恶魔，他们用这套手法物色器官匹配的目标，假扮恋人，骗取信任，在设局把人逼成疯子，然后神不知鬼不觉的夺走他们的器官，救他们想救的人。被害者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简直丧心病狂。沈婉宁，如果不是你今天识破了这一切，揪出了整个团伙，还不知道会有多少无辜的人遭他们的毒手。队长，我只是不想再做那个不明不白的受害者了。你很勇敢，也很聪明。这个潜藏已久的团伙，终于要被连根拔起了。上一世，我是他们刀下一个无声无息的亡魂，而这一世，我要做他们这个团伙的终结者。所有相关人员一个都跑不掉，我们会让他们得到应有的下场。谢谢您，队长，谢谢您肯听我把话说完。你想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吗？我想知道你接近我的那个雨夜是不是也是算计好的？是，那场暴雨，那把伞都是设计好的，我们早就盯上你了。因为你的心脏和张琳完美匹配，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命中注定的相遇，只有一场蓄谋已久的狩猎。这个团伙分工很细，我负责物色目标扮演恋人，李正民负责匹配和手术，张琳是这次的兽皮。还有那些乘客都是团伙成员，每次行动他们都扮演不同的角色，配合演戏。演了一场又一场，骗了一个又一个，你们的良心都为了狗吗？我们都是被利益捆在一起的人，一旦上了这条船就下不来了。下不来，还是根本不想下来？婉宁，我知道我罪无可恕，但有一句话是真的。我不想听。这3年到后来，我有时候会希望自己从没接过这个任务。晚了，周明泽，有些事一旦做了，就再也回不了头了。把他带下去，做正式笔录。喝点水，压压惊。你今天经历的太多了。谢谢您，队长。你刚才说你重活了一回，这件事我不太理解，但你对这个团伙的了解又确实超出常理。队长，您信也好，不信也罢，上一世我就是坐这趟航班，眼睁睁看着周明泽消失，然后被当成疯子送进了那个地方。在那里，我每天都被注射各种药剂，精神恍惚，多梦多幻，到最后我连真实和虚幻都分不清了。然后呢？然后，在一个我以为是噩梦的夜里，我的心脏被他们摘走了，而我到死都以为自己是病死在那里的。所以，你今天的种种未卜先知，都是因为你已经亲身经历过一次。是，老天爷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让我能亲手揭穿他们，也能救下那些本会步我后尘的人。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今天是你的冷静和勇敢揪出了这个潜藏已久的犯罪团伙，你是这桩大案的最大功臣。我不是功臣，我只是一个不想再认命的普通人。好好休息，接下来的事儿交给我们，这个团伙一个都跑不了。周明泽、李正明、张琳，还有你们所有人，这一次该清算了。婉宁，你没事吧？妈妈听说你出事了，差点没吓死。妈，好孩子，妈，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到底发生了什么？爸妈，对不起，我让你们担心了。傻孩子，说什么对不起？你平安比什么都重要。上一世，他们在电话里否认我有男朋友，我曾那么伤心，那么不解。可现在我明白了，他们没有错，他们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对我的爱从来都是真的。那个骗你的人抓住了吗？抓住了，爸，是个很大的犯罪团伙，他们骗了很多人，幸好这次被揭穿了。我的天，我女儿差点就……妈，没事了，真的都过去了。我现在好好的站在你们面前呢。回家，我们回家，哪儿也不去了，爸妈守着你。回家。
这一次我真的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了。原来这世上真正爱我的人一直都在，从来没有变过。婉宁，妈一直纳闷，那个人对你那么好，你怎么从来没跟妈提起过？因为他一直叮嘱我让我低调，别跟任何人提他，说他内向害羞怕见人。现在想来，他哪里是害羞，他是怕我跟你们提起他，露了马脚，坏了他的计划。这个畜生，把感情都算计成这样。爸，您别气，气坏了身子不值得。这种人自有他该有的下场。我可怜的女儿，被人骗了3年，真心全喂了狗。妈，您别难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一遭虽然凶险，但也让我看清了很多事儿。看清了什么？看清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那些花言巧语、无微不至是假的，可您和爸这份不离不弃的爱，才是这世上最真的东西。傻孩子，以前我总忙工作、忙恋爱，陪你们的时间太少了。往后我要多回家，多陪陪你们。好，好，妈就盼着你能多回家，一家人平平安安、和和美美，比什么都强。一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大的福气。走，回家，妈给你做了一桌子你爱吃的菜，就等你回来呢。沈婉宁，案子有了重大进展。通过调查，这个团伙的全部成员都已经一一落网。太好了，一个都没跑掉。一个都没跑。周明泽负责物色目标，李正民负责手术，其他人负责打配合，分工明确，作案多年。那被他们害过的人查清楚了吗？正在一一核实。从他们的作案记录看，被坑骗、被伤害的受害者远不止你一个。这些年，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害了一个又一个无辜的人。那些人，他们的家人到现在可能都不知道真相。所以，你这次的揭发意义重大。我们会顺着线索，一桩桩把他们犯下的案子都查个水落石出，给每一位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一个交代。谢谢您，队长。该说谢谢的是我们，要不是你，这个隐藏极深的团伙还会继续逍遥法外，继续害人。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我不想再有人像上一世的我那样不明不白的成为别人的牺牲品。他们的所作所为触目惊心，我向你保证，所有相关人员都会被依法严惩，绝不姑息。这样，那些枉死的人在天之灵也能得到安息了。经历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好吗？说不难受是假的，但我会慢慢好起来的。还有件事要告诉你，张林他的病情恶化了。恶化了？他的先天性心脏病本就到了晚期，这次案发加上情绪的剧烈波动，病情急转直下。他为了活下去，不惜害人性命，可到头来还是没能逃过。是啊，机关算尽，反误了自己。队长，我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他是加害者，可他也是一个被病套折磨了20几年的可怜人。人性本就复杂，他值得同情的地方在于他的病，可他不可饶恕的地方在于他选择了用别人的命来换自己的命。您说的对，可他犯下的错必须由他自己来承担。如果当初他选择坦然面对病态，珍惜每一天，而不是走上这条歧路，结局会不会不一样？这世上没有如果，一念之差，天堂地狱。愿他能在最后的日子里真正的悔悟吧，也愿那些被他害过的人能够瞑目。你能这么想，心胸比很多人都宽。我不是以德报怨，我只是不想让仇恨占据我的余生。我想往前看。往前看好，这才是对你自己最好的交代。婉宁，这段时间你做了好几次噩梦，愿意跟我聊聊吗？我总会梦见那个雨耶，梦见他给我剥香蕉，梦见飞机上的灯一盏盏熄灭。那是你内心还没有完全走出来的表现，这很正常。我有时候会想，那3年到底算什么？我付出的真心，我以为的幸福，原来全是假的。这种感觉太可怕了。婉宁，你要明白，假的是他，不是你。你的真心，你的善良，你认真去爱的能力，都是真实而珍贵的。我的真心是真的。当然，被骗不是你的错，错的是那个利用你善良的人。你不该为别人的恶惩罚自己。这些话，谢谢你。我好像从来没这么想过。那段经历是你人生里一道很深的伤疤，但伤疤会慢慢愈合，它会提醒你曾经受过伤，但绝不会定义你的未来。定义我未来的是我自己，对吗？没错，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勇敢地揭穿了真相，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的人。我只是不想认命，这份不认命正是你最强大的力量。带着它好好的往前走，阳光会照进来的。我相信会的。婉宁，喝点汤，这阵子你瘦了好多，妈看着心疼。妈，我没事，心理咨询很有帮助，我再慢慢好起来。
那个畜生骗了你3年，你心里那道坎，妈知道不好过。妈，说实话，最让我难受的不是被骗，而是我曾经那么确信的幸福，原来从头到尾都是假的。傻孩子，假的终究是假的，留不住，真的才会一直陪着你。妈，我现在越来越明白这个道理了。您和爸的这份爱，才是我这辈子最真最暖的东西。只要你好好的，妈跟你爸就什么都满足了。妈，我决定了，我想换个城市，换份工作，重新开始。也好，这座城市处处都是那段记忆，换个地方重新开始，对你是好事。谢谢您，妈，愿意理解我。傻孩子，你长大了，有自己的主意了，只要你过得开心，去哪儿妈都支持你。妈，谢谢您，这一次我想为自己好好的活一次。好，妈的女儿值得这世上所有的好。那道伤疤，我会带着它，但我绝不会被它困住。我要迎着光往前走。婉宁，谢谢你，愿意来见我最后一面。我来不是因为还放不下，是想亲口问你一句，然后彻底了结。你问？3年里，你无数次说爱我，那些时刻，你的心里哪怕有一瞬间是真的吗？有，到后来有很多次，我都希望你不是任务里的目标，可惜我没有回头的勇气。这个答案比你说全是假的更让我难受。婉宁，对不起，我知道一句对不起弥补不了什么，可我真的后悔了。后悔有什么用？你的后悔换不回那些被你们害死的无辜的生命。我知道，我会为我做的一切付出代价，这是我应得的。周明泽，从今天起，你我恩怨两清，你犯下的罪由法律来审判，而我要带着我的人生继续往前走。婉宁，愿你往后能遇到一个真心爱你的人，一个配得上你的善良的人。这句话我收下了，但不是因为你，是因为我自己值得。周明泽，再见，这一次是永别。婉宁，对不起。见完这一面，我心里那块压了3年的石头终于落地了。万宁，怎么样？见完了？见完了，妈，我没事。我现在觉得前所未有的轻松。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他说后悔了，可妈，有些事一旦做了，后悔就太晚了。是啊，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妈，您知道吗？我曾经以为他是我生命里的光，后来才发现他是把我推向深渊的那只手。都过去了，往后你的光要靠自己去寻找。这一次我不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我自己就是自己的光。我女儿长大了，也活通透了。妈，咱们回家吧，这段噩梦到今天真正结束了。好，回家。周明泽、张林、李正民，还有你们所有人，你们用谎言和恶意织成的网终于被撕碎了，而我沈婉宁从这张网里挣脱了出来。从今往后，我的人生由我自己做主。沈婉宁，案子审理有了新进展，这个团伙的成员陆陆续续都交代了。他们都说了些什么？这个团伙盘踞多年，周明泽专门负责物色目标，专挑那些独来独往、亲友联系少又器官匹配的人下手。所以他选中我是因为我心脏匹配，又因为我性子内向，朋友圈子小，好下手。正是，李正民负责手术，张林这类人是受体，其余的人分工演戏，配合行骗。那他们是怎么把活生生的人逼成疯子的？就像你经历的那样，假扮恋人骗取信任，再用凭空消失的把戏加上集体否认，把人逼到崩溃，无人采信，然后名正言顺的把人送去治疗，再神不知鬼不觉的下手。他们的手法环环相扣，极其隐蔽，这些年瞒过了太多人的眼睛。队长，那些被他们害过的人一定要查清楚，他们的家人还在苦苦等着一个真相。放心，我们正在顺着线索一桩一桩的查，每一个受害者我们都不会放过。谢谢您，队长。该谢的是你，是你的勇敢，让这个潜藏多年的团伙无所遁形。那我就等着他们每一个人都受到应有的惩处那一天。沈婉宁，这是我们初步查到的部分受害者的资料，有些情况可能需要你帮忙辨认。这么多，他们竟然害了这么多人，每一个都跟你的遭遇惊人的相似，一段看似完美的爱情，一次突如其来的失踪，然后被当成精神失常，再无音讯。他们的家人到现在可能都以为自己的孩子是真的病了疯了，却不知道那背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害。所以你的揭发才如此重要，它不只是救了你自己，更是为这些沉冤已久的人揭开了真相。队长，我想去看看他们的家人，我想亲口告诉他们真相，
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孩子不是疯子，是被害的。你有这份心很好，但这件事得等案子正式了结之后，由我们按程序来。我明白，我只是一想到还有那么多人被蒙在鼓里，承受着误解和痛苦，我这心里就难受。我懂，正因如此，我们更要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让每一个受害者都能沉冤实雪。队长，无论需要我做什么，我都全力配合。有你这样的证人和受害者，是我们办案最大的助力。你们每一个人都曾像我一样，满心欢喜地以为自己遇到了爱情，可那爱情却是一张通往深渊的网。如今，我替你们把这张网撕开了。上一世，我是他们刀下一个无声无息的亡魂，没有人为我喊冤，没有人知道真相，我甚至到死都以为自己是病死，直到重活一回，我才明白那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婉宁，这么晚了还不睡，又在想那些事儿？妈，我在想上一世，如果没有重来的机会，那个团伙还会继续害多少人？可你把他们揪出来了，这就够了。你是救了很多人的大恩人。我不是恩人，我只是不想认命。上一世我认了命，稀里糊涂的丢了性命，这一世我偏不认，我要亲手把他们送上审判台。你受了那么多苦，却还想着去救别人，妈既心疼又骄傲。妈，因为我知道那种孤立无援、百口莫辩的绝望，我不想再有人经历那种地狱。我的女儿长大了，也善良的让妈心疼。上一世我是受害者，可这一世，我要做他们这个团伙的终结者。你做到了，你真的做到了。噩梦到我这里终结了，再也不会有下一个沈婉宁了。沈婉宁，案子正式宣判了，这个团伙的所有成员都已经依法受到了应有的严惩。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周明泽作为物色目标实施诈骗的主犯，李正民作为手术的主谋，都被从严判处，其余成员也都一一伏法。他们欠下的那么多条人命，那么多个破碎的家庭，总算有了一个交代。我们也顺着线索找到了大部分受害者的家属，一一告知了真相。他们知道真相后怎么样？很多家属痛哭流涕，这么多年，他们一直以为自己的孩子是疯了、病了，直到今天才知道真相。他们都让我转达对你的谢意。沈婉宁，是你让他们的亲人沉冤得雪，能让他们得到一个真相，我做的这一切就都值了。你是这桩大案的关键，没有你，真相可能永远被埋葬。队长，谢谢您和您的同事们，是你们肯听我把话说完，肯顺着线索一查到底。查清真相，惩治恶人，本就是我们的职责。这一次，正义没有缺席，那些枉死的人可以安息了。案子了结了，往后的日子，好好为自己活。张玲在案件审理期间，因为病情恶化，还是走了。我来，不是为了看你的笑话，是想亲口跟你说几句话。你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从生下来就活在死亡的阴影里，这一点我同情你。可是你为了活下去，选择去夺取别人的生命，这一点我永远无法原谅。如果当初你选择坦然面对，珍惜活着的每一天，而不是走上这条歧路，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婉宁，跟他说开了，说开了。妈，我不恨他了，他已经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最终的代价。一个被病痛折磨的可怜人，却做了最不可饶恕的事，可悲也可叹。妈，我来看他最后一眼，是想彻底放下这段恩怨，我不想让仇恨跟着我走进我的新生活。你能这么想，妈就放心了。张玲，恩怨到此为止，你我之间再无瓜葛，愿你来世不必再受病痛之苦，也莫再行恶。妈，咱们走吧，这一页翻过去了。往前看，好日子在前头呢。婉宁，案子已经了结了，这段时间你感觉怎么样？比之前好多了，噩梦少了。可有时候还是会突然想起飞机上那一刻的绝望。那是创伤留下的痕迹，它不会立刻消失，但会慢慢的淡化。老师，我一直在想，我会不会因为这段经历再也不敢相信任何人，不敢再去爱了？这是很多受过情感创伤的人都会有的担忧。但婉宁，你要相信，那段经历是个例外，不是人生的常态。可它太真实了，真实到我曾经把它当成我全部的幸福。正因为你有认真去爱、全心付出的能力，你才值得被真正的珍惜和爱护。那个伤害你的人，他没有这种能力，所以他只能用伪装去骗取，而你是真的拥有这份珍贵的真心。所以被骗不是因为我不够好？当然不是，被骗是因为对方太坏、太狡猾，这不是你的错。谢谢您，这些话像一束光，照进了我心里最阴暗的角落。这道疤会一直在，
但它会成为你的铠甲，而不是你的枷锁。它会让你更懂得分辨真假善恶。我会带着这道疤，更勇敢、更清醒地往前走。这就对了，你已经走出来了。真要走啊，换个城市，人生地不熟的，妈放心不下。妈，这座城市处处都是那3年的影子，每一条街，每一家店，都让我想起他。我想彻底换个环境，重新开始。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让他去吧。年轻人就该出去闯闯。谢谢爸，谢谢妈，愿意支持我。那边的工作定下来了？定下来了，一家挺不错的公司。我想凭自己的本事重新站起来。到了那边照顾好自己，缺什么跟家里说，别硬扛。爸，我都这么大的人了，你还当我是小孩子呢。在妈眼里，你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妈，我会常回来看你们的。新城市坐高铁几个小时就到了。去吧，把过去的都留在这座城，到了新地方，开开心心的过你的新生活。爸妈，谢谢你们，是你们的爱让我有勇气重新开始。傻孩子，无论你走多远，家永远为你留着灯。我知道，这份温暖是我往后所有勇气的来源。你就是新来的婉琪吧？欢迎欢迎，以后咱们就是一个部门的同事了。你好，请多多关照。我刚来，很多东西还得向大家学习。客气啥？咱们部门氛围可好了，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谢谢，能遇到这么好的同事，我很幸运。听说你是从外地调过来的，怎么突然想换城市了？想换个环境，重新开始。人嘛，总要往前看。说得对，年轻就该多闯闯，多看看。新的城市，新的工作，新的同事，这里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去。我可以重新做回那个对生活充满热忱的沈婉宁。婉宁是吧？你的简历我看了，能力很强，希望你在这里能大展拳脚。谢谢主管，我一定全力以赴，不辜负这份信任。好，有干劲儿，有能力，这正是我们需要的人。上一世，我的人生戛然而止，这一世，我要加倍的把失去的都活回来。婉宁，中午一起吃饭呀，给你介绍介绍这附近的美食。好啊，谢谢你。又是那个梦，飞机上的灯一盏盏熄灭，他的手从我手里消失。没事的，婉宁。明泽，那只是个梦，都过去了。你现在很安全。心理老师说过，偶尔还会被噩梦惊扰，是正常的。它需要时间慢慢愈合，但会慢慢的淡化。我不再是那个孤立无援、百口莫辩的沈婉宁了。我揭穿了他们，我救了很多人，我赢了。那段被精心设计的虚假爱情，是我心里一道深刻的伤疤，可它伤不了现在的我了。你看，天又要亮了，黑夜再长，也总会迎来黎明。女儿，记得按时吃饭，天冷加衣，妈和你爸都想你了。妈，我很好，等放假我就回家看你们。有爸妈，有牵挂，有重新开始的勇气，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噩梦会越来越少，而美好的日子会越来越多。晚安，婉宁。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我用半生的代价和一次重来的机会，才懂得能平平安安的睡个好觉，本身就是莫大的幸福。婉宁姐，跟你说，我最近谈了个男朋友，他对我简直无微不至，什么都依着我，顺着我。哦，那挺好，能具体说说吗？他记得我所有的喜好，我随口一提的东西，他转头就给我买来。他还说让我别跟朋友到处宣扬，他害羞。他让你别跟朋友提他？对呀，他说感情是2个人的事儿，不需要外人知道。是不是很专一，很浪漫？妹妹，姐不是泼你冷水，一个真心爱你的人会希望把你介绍给他的亲友，大大方方的告诉全世界，而不是让你藏着掖着，把你跟你的亲友一点点隔开。隔开？他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姐只是提醒你，凡事多留个心眼儿。真正的爱是让你越来越开朗，跟家人朋友越来越亲，而不是让你越来越孤立。婉宁姐，你这么一说，我好像真该多想想。不是要你疑神疑鬼，只是谈恋爱也要保持清醒，别冲昏了头脑。该让家人朋友见见他，正常社交都别落下。我记住了，谢谢婉宁姐，你真是为我好。但愿我这点过来人的提醒，能让他少走一些我走过的弯路。这世上真心很珍贵，但擦亮眼睛，守护好自己更重要。婉宁，
没想到你画画这么有天赋，这幅画的真好。很久没画了，以前总忙着工作和感情，把这个爱好都搁下了。那现在怎么又重新拿起画笔了？因为我想起来，这是我真正喜欢的事。以前我总围着别人转，忘了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懂，人啊，就该为自己的热爱活一次。是啊，这一次，我想把那些因为别人而错过的美好，一点一点都找回来。那以后周末咱们一起来写生，这公园景色可美了。好啊，很久没有这么放松过了。你看，阳光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这样的美好，以前的我竟从未静下心来好好欣赏过。你现在的状态可比刚来的时候开朗多了，是吗？我自己也这么觉得，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轻松、更自在。原来为自己而活是这种感觉，不必讨好谁，不必委屈谁，只需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走，画完这幅，请你喝杯咖啡。好，不加糖，加一点点奶。这个习惯曾是他记得的温柔，可如今它只属于我自己。妈，我上车了，2个小时后就到家了。哎呦，可算盼到你回来了。妈一大早就去菜市场买了你爱吃的菜。妈，您别太累了，我回来就是想好好陪陪您和爸。你爸昨天就把你的房间收拾好了，被子都晒得香喷喷的。谢谢爸妈。在外面这段时间过得还好吧？工作累不累？有没有按时吃饭？妈，我都好，工作很顺利，同事也好，我还重新开始画画了呢。那就好，那就好。听你声音这么轻快，妈就放心了。妈，是您和爸的爱给了我重新开始的力量，我现在真的越来越好了。好孩子，只要你好，妈跟你爸就什么都不求了。上一世我再也没能回到这条回家的路，而这一世我不仅回来了，还带着崭新的自己。妈，我马上就到了，您和爸在家等我。哎，我跟你爸这就去出站口接你。回家真好。来，婉宁，多吃点儿，这是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妈特意做的。妈，您坐下一起吃，别光顾了给我夹。你妈念叨你念叨了1整个月，你一说要回来，她高兴的好几晚没睡好。你这老头子瞎说什么啊？这样平平淡淡的一餐饭，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说说笑笑，这就是我曾经以为再也得不到的幸福。在外面一个人要照顾好自己，别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爸，我知道，我现在可懂得对自己好了。那就好，妈就怕你又像以前那样，什么都先紧着别人，委屈了自己。妈，以前的我太傻了，总把别人放在第一位。现在我明白了，先照顾好自己，才有能力去爱别人。想通了就好，人这辈子最该对得起的是自己。爸妈，我以茶代酒，敬你们，谢谢你们，永远是我最坚实的依靠。傻孩子，一家人说什么谢不谢的？来，干杯！愿咱们一家往后平平安安，团团圆圆。平平安安，团团圆圆。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婉宁，起这么早，快趁热吃点早饭。妈，谢谢您。您看，今天天气真好。是啊，这阳光暖洋洋的，照在身上真舒服。妈，您知道吗？经历了这么多，我才真正懂得珍惜每一个平凡的清晨，每一缕温暖的阳光。我女儿经历了风雨，反倒更懂得生活了。上一世我活得浑浑噩噩，把真心错付给了恶人，到死都不明不白。可这一世，我看清了真假，守住了自己，还救了很多人。我觉得我这一回活得值了，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好好的为自己活。我会的，我要把那些失去的时光加倍的活回来。那段噩梦，那道伤疤，我不会忘记，但我绝不会被它困住。它会时时提醒我，要清醒，要勇敢，要好好的守护自己和身边真正重要的人。走，吃完早饭陪妈去公园走走。好啊，我去拿我的画板。今天我想画一画这久违的晴天。你看，这湖水，这垂柳，这暖阳，多美的人间，多值得留恋的人间。婉宁又来写生啊，你最近气色越来越好了，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的。是吗？大概是因为我现在每一天都过得踏实又安心。对了，上次你提醒过的那个公司新来的妹妹，她怎么样了？多亏你提醒，她留了个心眼，后来发现那男的果然动机不真，及时抽身了，她可感谢你了。那就好，能帮她避开一个陷阱，我真心为她高兴。婉宁，你人真好，总是为别人着想。因为我淋过雨，所以总想为别人撑把伞。
我不想再有人像我一样受那种苦。有你这样的朋友是我们的福气。偶尔在深夜，我还是会想起飞机上那一刻的绝望和恐惧，但我知道噩梦已经过去了，我逃过了一劫，还把那些恶魔送上了审判台。生活还要继续，而我会带着这份失而复得的珍贵，好好的走下去。阳光终会照进现实，而我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